朋友们好，欢迎来到 Dr. Stella's Garden 美国农家乐。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从苗到大冬瓜这2个多月过程中的修枝、培土、压蔓和施肥如何去做。今天是6月18号，我们的各种瓜类呢都开始陆续的生长了，黄瓜、丝瓜、冬瓜、南瓜。那冬瓜呢，其实它是很好长的啊，喜欢25度到30度左右的温度。但是呢，其实冬瓜啊，基本上它雨水多一点，然后旱一点，它都能长得很好。所以说，就是属于很好种的东西。如果说冬瓜它的难度基本上就是在育苗阶段的，如果育苗出来了以后，您种下去以后就是很好长的啦，就是吃瓜群众就是吃定了这样的。今天呢，我来带大家一起过一下这个冬瓜哈，长大以后，我们现在需要处理的4个步骤：修枝、培土、压蔓和施肥。先说修剪，一般是冬瓜长出24片叶子左右的时候，我们进行修剪。关于修剪，建议大家同时看我另一个5个修剪通用原则，因为它的这个理念是一致的。尤其是通用原则第1点，通风透气不生病，营养集中果满瓶。冬瓜的修剪其实很简单，我们一般建议呢只留主蔓，侧蔓全部剪掉。但是另一种说法也是完全正确的，会建议留1到2个侧枝，看一下为什么。因为是这样的，因为这个冬瓜啊，如果你只是让它在主蔓上长，然后它的营养都供在那里，那个冬瓜长得很大的话呢，有这么一个问题，如果冬瓜太大啊，因为冬瓜切开以后就不太容易放，对吧？我们又想新鲜吃冬瓜，所以呢长得太大呢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就让它营养分散到这个侧枝上，长一些小的这个冬瓜也是可以的。其实小一点嘛，几餐吃一下，这样快一点。所以的话，我觉得小家庭种植，可以保留1到2个侧枝，我是这么想的哈，大家可以斟酌一下。好，那不管是您决定留主蔓生长种大冬瓜，还是说留1到2个侧枝，让它长一些小的冬瓜，咱们都要先搞清楚什么是主蔓，什么是侧蔓。这一根主蔓，我们现在这个经络已经非常分明了，从这儿上去，这根主蔓，这上面看不到没有？然后呢，这里有个小冬瓜啊，在这个上来，主蔓上来，然后呢上来，那边呢又有一个小冬瓜，哈，它是这样子上去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侧枝呢，就是在主干和一片叶子中间，它会有一个侧枝。对，主干和一片叶中间，这个就是侧枝。主干和一片叶的中间，这个枝就是侧枝。好，所以我们呢是从底部把这个侧枝啊都剪掉。还有呢，贴着土的这些叶子啊也要剪掉，像它贴着土就很容易生病。我们修剪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做的一步工作呢是培土，放到这边来就叫培土，就是把土给它弄过来，大概弄个3-4厘米，这样堆在旁边。现在我要做这一步工作。那么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我昨天从堆肥桶里面取出来的这个堆肥，真的很好啊！你看这些黑色全都是黑金哦，你看这就是我们地里的黑金，是用钱都买不到的。真的建议大家看我的后院堆肥视频，非常非常的好。把它放在这个冬瓜苗的根部的旁边，就是这样放上去就好了。这个等于说我们培土的同时呢，又给它了一些营养啊，而且是有机的，最好的有机肥。好，大家看哈，培土呢培好了，然后我在上面还是按惯例放了一些稻草，保持水分，防止长杂草。应该说呢，这个种冬瓜呢，我们是需要压蔓的啊。那么垂直种植呢，压蔓1次就够了。但是今年它这个冬瓜长得快，我也忙，没来得及压蔓。压蔓什么意思呢？哈，是在这个1、2、3、4、5
那本来呢，这个第五个芽点这里呢，先把叶子都全部剪掉，然后呢，把它压下来放到土里，那么它这个点呢，又可以继续去在根里面吸收营养。但是今年我没有跟上压麦，我也想试一下，这个不压麦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我现在用这个 butternut squash 奶油瓜这个例子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压麦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是根在这儿，你看啊，差不多1、2、3、4、5，这些呢我已经埋在下面，大家看这边上去，这边都已经有瓜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一些呢就是给它拉下来，就是早期拉下来啊，然后这边呢是土给它埋着的，所以它这一段呢也是吸收营养的，这个就叫压麦，就给大家看一下哈。今天是7月底，你看我们这个冬瓜就一颗啊，大家同志们看一下啊，从这边长起的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从这边长的，然后当时我不是留了2个那个侧枝嘛，我那2个侧枝后来还是剪掉了，然后大家看啊，现在呢有4个大冬瓜，这边是1个，这个呢就可以收了，我有其他的视频介绍如何做这个丝袜做 hammock，这个可以收来吃了，然后上面还有3个大的，大家看，那个。这个还有这个呢，它在年幼的时候就被挤在中间，然后我实在是拿不下来了，应该如果当时年幼的时候拿出来它就会死，所以就让它这样畸形的长，那么到时候就吃的时候切掉，或者也可以拿来留籽儿。哇，它们很舒服的躺在这个 cattle panel 上，关键是我这就一颗冬瓜苗，长满了整一个这个，然后这个过程中呢。这么2个月的时间当中呢，我又修枝了，有些地方大家能看到的哈，那些侧枝我能剪的都剪到，但是到了那个顶上我也爬不上去剪了，我就不管它了，是这么个情况。一般来说，1颗冬瓜苗我们建议呢保留最多2到3颗瓜，但是今年它这4颗长得也这么好，我就随它去了。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施肥啊。在一般来说呢，在这个植物生长果实啊，比如说冬瓜，它在长出冬瓜的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一般是氮、磷、钾这3个肥里面呢，钾肥要多一些，因为是氮长叶、磷开花、钾长果哈，所以钾肥多一些。那一般呢是2个星期左右施一次，但是其实我做农家乐我用的肥都是自己做的，大家可以看我做的酵素的视频，还有做堆肥的视频，因为这个既环保而且免费，关键是我们最有机的肥料。我这2个月当中呢，差不多就施了2次肥，差不多1个月1次吧，因为我要照顾这么多的菜和花，还是挺忙的，但是这个长势已经很喜人了。好，那今天的视频先到这儿，视频每周更新，咱们不见不散。感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转发 Dr. Stella's Garden 美国农家乐。